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要选的是这3张牌，1、2、3哈。首先，第一张牌是金币9，金币9代表的是一种物质上的丰盛哈，已经到了最尾声了哈。可是它这个有个缺点是你还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哈，它是你一个人在独享这些物质丰盛的一个阶段了哈，一个人独享，而且独享到你甚至已经有点感觉到生活有点乏味了，你想要再更突破、更向上哈。好，再来是第2张是女祭司牌，女祭司牌的宗旨呢哈是希望一切现在就静止，然后达到一个完全的平衡、完全的平静哈，它是一种精神面的最高层次的追求。好，那第3个是宝剑皇后。宝剑皇后追求的是一种知性哈，带着柔软的深度，可是却能够斩钉截铁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的一张牌哈，是一个充满智慧跟智能的一张牌哈。好。那今天要选的就是这3张牌哈，1、2、3号，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颜色跟构图来选择。如果你的目光呢很难从其中一张离开的话哈，那表示你跟它的共振最强，你就可以选它。如果你要再看清楚的话，你可以先按下暂停。那如果已经选完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咯。好，现在开始是选择1号的朋友哈。然后今天的题目是呢，你将要显化一场邂逅，你将要显化一段爱情，你跟你的下一段爱情会显化出一个初次的见面哈。好，我们来帮你看看这一个能量的两边的契合度如何哈。我来先帮你看看，来，好。我先翻到这个程度哈。好，目前看起来哈，你们的能量是我有感觉到是蛮适合的，然后这个流动是蛮顺的哈。而且还有一点点炙热的爱，然后还有一些其中有受到3份祝福，我这边有看到受到3份祝福哦，然后你们的基础土能量，这份关系的土能量打得非常稳哦。你现在如果再多增加一些，应该说你内心你再多一点点期盼啦。现在的女水能量，我觉得在内在有爆发起来然后因为复合着那个土能量，当成你现在这一份意念跟这一份情感的一个沃土，一个土壤很丰盛的一个蛮好的土壤。现在觉得这个土壤还不错，跟着一个你的好的能量、好的水能量做搭配的话，你再加强一下你的意念，再加强一点你对于下一段恋情新恋情的期盼，在心里再多加期盼，然后多一点具体的想象，多一点具体的期待啦。所以我们叫做具体的期待，就是你可以想想你喜欢他的样子哈，你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个性啊，或什么的哈，可以投注一些你平常对于你心中理想的对象的样子，你可以投注一些想象进去哈。你可以静下心来，现在很适合你静下心来哈。然后在脑海里会晃过非常多的画面，非常多的样子的人哈。你看看哪一个样子的人，哪一个人对你的感觉最有好感啦，最有好感哈。你把它记下哈，然后跟着宇宙，跟着空间去许个愿哈，或是下个订单，去想想说你想要这样，你希望是这样子，你遇到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哦，我希望你的这个具体的期待更多是放在这一个人的性格上，更多是放在这个人的性格上，这样子他才能够整个，我觉得这个能量才能够比较能够捕捉到一个比较好的气质啊，一个人格的结构啦，尽量专注在一个你希望的人格跟性格个性上哈，不要太
聚焦于外在可以了，可以想，但是不要太聚焦于外在哈。有的时候外在可能会产生一些盲点哈，会让你更加的迷茫哈。我觉得聚焦在一些内在的部分会更好哈，能量捕捉的吸收力会更好啦。好，好，再往下看。现在在帮你捕捉它的能量哈。刚刚是在捕捉你们2个能量的流动，现在再跟你多捕捉一下它的能量的品质哦，性格可能还没有，现在只想知道它这个能量的我先看到的是这个人对于世界万物是带着一个非常公平的态度，非常公平的态度。他心中有一个理想世界，他心中有一个理想世界，然后他目前很努力，我觉得他也是有点不自觉的为了他的理想，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境界，不断的接受挑战，不断的接受挑战。而且他很幸运的是，他身边有在帮助他的人，他身边蛮多贵人的啦，喜欢他的人也很多，贵人也很多，支援他的人也很多。我目前觉得他算是一个人生还蛮顺利的人，应该不是说他是一个人生，他不是一个好命的人，不是这个形容哈，更比较像是他是比较接近人生胜利组，应该是说他是有在追求他的目标理想，可是他一直关都在突破，他一直都在突破，他已经很接近他想要成为的自己哈。应该是说，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个人能量魅力的人啦。他原本人生的混沌阶段已经被他突破过好几次了，他现在内心已经达到一个他需要的平静，他现在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哦。然后跟他一起合作工作的朋友信任度都蛮高的哦。他算是他的个人能量非常强了哈，个人能量非常强。来，我好奇一下哈，你们2个的能量如果遇到结合的时候的一个契合度如何哈？现在只是先看到说，他已经就是你要显化的这个能量已经逐渐的形成，然后它渐渐要出现在你面前，然后这里是出现有出现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我刚刚没有特别讲哈，它这个死亡的意思是说你还差一点点完成这个显化，然后进入了这一个你所期待，就是说你要跟他邂逅的这一个境界，这一个环境哈，你快要接近了，只差一点点，我们就要完全投入进去哦，差一点点就要完全投入进去。现在是差一些你的意念上面哈，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些本质上的一个预测，可是这里都还没有完全看到，如果你们2个现在的性格上啊、能量的结构上各方面如果结合的话的能量的走向是好还是坏哈？或是有什么缺失，这里还没看到，我来帮你翻啊。首先你的朋友会很喜欢啦，你的朋友会很喜欢哈，也不一定是这张牌是我会这样说，而是说，我从这2张牌看到的是一种 guardian 的感觉，就是一种守卫者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是你的朋友哦。然后这里又有一些受到其他人的赞赏的意念，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的概念出来，可是这里的朋友概念能量蛮强的哈，受到祝福的能量蛮强的，所以在你的以我们这边是借用你周遭朋友的眼光来看的话，确实你们是蛮契合的啦哈，因为有受到祝福，无论是踩在就是这个基础，你们2个刚相遇的时候就在一个蛮稳的，是很稳的，然后还能够建立出一些蛮多浪漫的气氛跟浪漫的讯息哈，你们还蛮多这个讯号的。总觉得这里一路再下来的时候，第一
水能量是非常健全的，水能量是非常温暖的，然后这个水能量带来的，是一种强大的浪漫气息，很强大的浪漫气息。遇到的时候就很容易两个人会很容易陷入某一种情境里，而且，我是非常喜欢这组牌一开始就用好的土能量作为基底，然后后来世界牌又出来的时候，感觉就是一种很完整的穿越去新的阶段。那个新的阶段代表的是你们相遇之后的能量爆发、能量结合的那一个领域里。然后我又没有在这个领域里看到很多混乱的东西，反而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安静的牌。所以我才会觉得你们的相遇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定的。而其中的非常多的有一些疑虑疑虑、好奇心跟问号，还有未知感，都存在于一种对于彼此的好奇心。他那个问号是在好奇心，而不是在于担心。所以我才会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契合的状态，来产生一种在安稳的状态下去产生对对方的一个高度的好奇心，表示无论你发掘什么，你都是会感觉到兴奋的，感觉到收获满满的。所以基本上目前看起来，你所要显化的这份爱情，其实是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契合的啦。来，我来帮你看一下还有多远来。多远的距离？我用2个角度来看，时间。然后那个多远的距离，我会用一种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来帮你大概分析一下。我先来看看空间来说，大概在的位置是否很遥远这个跟这个好了。好。看一下，目前2个人还在不同的地方。我这边得到的讯号是至少是不同的城市啦，但是可能就附近的城市然后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他还没有离开他的家庭他还没离开他的家人可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或什么，他还在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他现在还没有独立出去外面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应该说他还在他的老家住，他还不带到不美，所以离你住的地方还算，反正他的老家是离你蛮远的啦，我觉得是不太近的地方但是不久之后，他会有生活中会有一个新的契机，然后会有一种别的契机，他必须要离开这里，他必须要去一个新，但是还是要等到一个新的契机出来因为他有一个新的能量，小的能量在等他，然后好，别担心因为你们的能量还是互相牵引着啦。他终究是要离你比较近的地方，他会搬到离你比较近的，或几乎是同一个城市之后，你们就会相遇了他还是有一个能量在牵引着然后世界牌的这一个移动的这一个门已经开了啦他没有挡住你们2个的相遇那个门已经开了，大家就要去过去。再看一张。好，你们终究是那个门已经开了啦
就是现阶段是比较远啦，但是很快就要接近了啦，不会有什么太远的。哦，再看一下。9，真的还是需要等一个机会开始哈。他这个机会很像，比如说他比较像他的工作有所改变了，换工作或是我觉得换工作或是升迁或什么，反正他会有一个新的计划，然后他就会离开他现在的家里了哈。然后我觉得应该算是升迁或是什么啦，他也有可能是升学，考上更好的学校哈，就是比他现在念的等级再高一点哈，大学班、研究所并博士班之类的哈。他会需要某一种生涯上的原因，然后离开他现在的家里了。Fortunes， 但是我必须说还没那么快哈，他现在还在准备期。他现在还在准备这一个转换的能量哈，他这个在准备他这个转换能量，可能他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准备功课啊，准备家里啊，在跟家里照顾啊，还是什么。但他有一个能量，他正在准备好了，他就会离开他家里，所以还要再等一下。他现在以空间上来讲是离你还不算很近了哈，所以你再等一下。来看时间上哈，时间上的话来看这张这个。就有时间上的话，通常我会看到它，就是说塔罗会有一些数字顺序，然后一些故事顺序。我看它出现的是在哪个段落，我大概来捕捉一下哈。先看一张，还要再一下哈，还要再几个月哦。才可能，我们现在感觉到就到秋天以后吧。秋天以后，它会比较以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这个影片拍的时间是接近春天哈，接近春天，所以我可能说秋天以后。但是如果你是任何时间来看的话，如果照这样抓的话，就是至少要6-7个月以上啦，6-7个月以上。6-7个月以上，然后它会开始比较接近你，但是它这个6-7个月以上，只能说6-7个月以上到多以上就不太知道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7，它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在等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已经做到某一个阶段了，可是你还不知道你在等什么。7有这个讯号，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它大概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但是还要多久不知道，大概就至少要6-7个月，我大概只能这样说，6-7个月哈。它有的时候会出现是6-7个礼拜。有时候讯号会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出现就是6-7个月这样子哈。但是你说你就在等了，可能你再看看啦，再看看这个讯号准不准啊？对啊，你要再等一下，它有一个转换期，它这6-7个月这个阶段，它有一个转换期，它整个时空或是整个世界会有一种所有的故事都在转换。不是就他的故事，有很多人的故事在转换的时候会影响他的故事线哈。他需要有一种，他这个半年他需要有一个转换期，不一定是只是他的空间啦，有很多人的空间在一起转换的时候才会推动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什么能量，所以不用担心，他这个是因为权杖国王出现了嘛，所以它是一个好的能量在引导他往你这边走，在引导他这个事情的发生哈，所以不太有什么变数啦。他现在就是慢慢的。能量会慢慢的来往你这边走，它就会往你这个城市。我不一定说它是会到你这个城市，我只能说它会比较接近你了，它会比较接近你了哈。所以才说一开始你的意念要再强一点哈，你的那个水能量意念跟那个学念就再强一点哈，才会有可能这个空间的那个意识才会比较强烈的影响到它的这个故事线和它这个生活线这个空间的很多事情哈。所以你可以尽量让意念强一点哈，然后显化这个情况加速出现，或是这个人出现的质量更好。我必须再说哈，我们现在讲的不一定都是一个人哦，我现在都讲的是一个能量，就是说它可能会显化某个能量，然后产生某个人，然后或是他这个能量会选择了某个适合的人，然后出现在你面前，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是针对某一个人，然后我们在抓那个人，让他们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整个能量线，就是它一个能量你在显化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的人，然后慢慢靠近你哈。
你大概懂哈，这样子才会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因为它这个6、7个月中间还有很多的变化嘛。但是你的意念够强哈，然后今天看到这个牌的，你意识上有在期待这样子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他对于整个宇宙或是那样的选择上会比较精准，会比较正确了。好，所以你自己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性格，什么样的品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才不会就是所以就配一个类似的能量就给你，或是你会对一个差不多类似的能量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错误的感觉。哈，然后比较好的那个人就错过了，也是有可能的哦。好，只是以时间上来说，大概就这样，你再等看看。所以这个阶段你可以多充实自己啦。哈，当然也是有可能你会有别的恋情，那也可以试着交往一下，然后当做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恋爱经验。反正交往大家都是彼此认识，你也不用太去觉得一定要负什么责任感或什么交往很多情况就是也是交朋友的一种啊，认识人，认识更多多样的人哈，以后才可以更精准的选到自己需要的人哈。来，再帮你看一点点。我觉得还一点点，我觉得这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还差一点点，你这边的东西还差一点点，我来帮你看看，差一点点，帮你看看你这半年有什么塔罗牌的提示。我用这个看好了。先就是针对你的部分啦，哈，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牌子或者题在1号，我总觉得有要提示一下，看1号牌的朋友要准备一些什么，对大家来说有时候准备一些什么，好像少了什么谏言或什么没有出现。这边是希望你可以去回顾一下这半年，你可以去回顾一下、反省一下。我觉得去跟朋友聊聊一下你，这里有一点暗示是你可以跟你朋友聊聊一下你以前的恋情，故事里面的一些盲点，或是你没有听过的事情。因为以前的恋情或什么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现在在跟你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得到比较客观的看法，而且你现在也处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接受以前的恋爱的状况。我觉得他这里有在提示说，在你在跟下一个人恋爱之前，你可以先多认识一下自己，因为他这边会有一点点觉得说，你现在对爱情的偏见有点重。你现在以为的爱情的状态或爱情的价值什么的时候，其中掺杂非常多偏见，非常多偏见。你觉得是好的，可能这边有在暗示没有完全好了，不扎实了，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浮夸、比较漂浮、比较不切实际的爱情的观念哈。所以他这边有告诉我说，你这里这段时间遇到下一个人之前，多和朋友聊聊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多和朋友聊聊你的爱情故事以前的，多看不同的朋友聊聊一些爱情的观点哈。这个时间是你去整理什么叫做正确的爱情价值观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现在你正处于一种蛮客观，而且对于爱情的想象比较有生活感，比较有现实，变比较现实，应该说要比较现实，或是有在讲你可能对于爱情没有太现实，它需要你去体会一下爱情中的现实面。这是1号牌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意识告诉我，好像有这个缺失需要提醒大家哈，所以大家可以这段时间可以去体认一下哈。好，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希望可以对你未来期待一个新恋情有更正面、更正念的角度啦。好，然后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将显化一段邂逅，你要显化一个新恋情哈，你将显化一次新的相遇，大概是这个题目。来，我来先帮你看看这个题目对你来讲的能量的走向是如何哈。再一点哈，最近洗牌有一点点洗不出感觉。
先这里6张牌我看一下哈，应该说你要再加强一下你的意念的话，你现在的那个火能量的意念是蛮强的，可是没有落点，就是掉落的落，没有落点，就是说没有拉对，我觉得没有拉到你要有被阻碍了啦哈。我觉得就是你想要的那一个恋情哈，你内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角色。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性格，你没有拿你的性格去跟他做匹配、做搭配，不是说匹配啦，做搭配，你没有搭配看看你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哈。这边有一个破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破口，有一个选择上的破口哈。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边第一组6号6张有点觉得。你所期待的爱情有一个执迷执着的样子哈，它这个算有点 bug， 就是好像宇宙在这里告诉你说，你现在想要的那个人，你现在想要的那个样子，其实并不适合你。它这边有一个提醒哦，你去问问你的朋友哦，你问问你的朋友，这个跟第1号牌最后翻出来有点类似哈。它这个已经比较像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你现在有点在讲说都在乱交那个啦伴侣啦，就是有一点点感情上总是有一种占下风的感觉，比较占下风哈，比较懦弱哈，比较不强势，比较不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你内在的热情有非常强大哈，也有国王牌有出现，可是这个火焰烧的能量并不准，很快就被女祭司牌压下来了。这个女祭司牌跟宝剑9前面的能量都还不错哦，有时候祝福，有时候支持，你的爱情、你的向往有被祝福，可是后面就被压下来了哦，就掉下来。所以，虽然这里是那个圣杯6，但是它暗示我，你要去问问你的老朋友，看看你以前的恋情是有什么样的缺失。好，这个跟第一组牌有点类似哈，都在提醒着，好像。我觉得这个可能塔罗也都在提醒着说，因为这一题是有点像是你要去显化一场邂逅嘛，显化一个新恋情，但是牌子就立刻提醒了说，你们在想要显化的一个形象啊，一个具体的形象，在脑子里可能不够，为什么他有点觉得你们显化的那个人不够具体、不够好？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你们自我内在认识自己。都不够完整哦，好像顺序应该是先认识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这边才说你可能要再更想一下，你想要显化的人是否能跟自己做搭配，是个好的搭配，而不是去显化一个梦中情人的概念，那不太一样哦哈，好像去显化一个你从来没有遇过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从来没有相处过的一种梦幻的感觉。他这边好像没有要支持去得到梦幻的，而是比较支持说你应该要去显化一个适合你的人哈。这这6张其实还蛮混乱的，好。讯号有比较多，有立刻被阻止。看一下，好，也是哈。第2组牌其实整个能量都是乱的，我只能说以你现在的状况，无论你显化什么样子的人来，都会太快投入，而且会有一点点失去自我的投入，所以也有可能，如果对方有一些小心机、小手段，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察觉，对方的真诚或是对方的不真心，你也不会察觉，因为他这里有点想说，不是说你们不够爱自己，所以无法察觉，而是对于爱情的期待或是渴望太过强烈，以至于有爱情来的时候就抓着不放，把所有的专注力都着重在抓住，而不是抓清楚。抓住不是抓清楚
这里有需要你放点小聪明啦，对于爱情，不要太被爱情的稀罕程度所蒙骗了哦，还是要，他也不是说更保护自己，而是当你对自我在爱情上的需求跟舒适感，什么样子爱情对你来讲是最舒适的感觉，你更加明确之后，当有任何类似的爱情进来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知道你自己该不该投入这个感情了。所以这一题你要显化的一份爱情，是会，这里有在慢慢帮你显化。其实它有一个，其实我一直没有讲，所以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它有在帮你显化，只是它一直在偷偷的提醒我说，在这个显化的路上是有，但是你准备好了吗？这一题在前面好几周前有一段时间，不管哪个题目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牌子都会提醒说，你自己准备好了吗？而不是宇宙要准备好情人给你了，而是你自己准备好了吗？今天2号牌又出现同样的状况，他在提醒着强烈的显化某个邂逅、某个爱情前，你自己准备好了吗？好，目前看起来选2号牌的朋友，大概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准备好的。也不是叫你说要多认识自己或什么，而是今天题目定得更细致一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会让你感觉到自在？什么样子的人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舒适？对方也要舒适哦。你有心得了吗？你有确定了吗？这个还算是这一题蛮重要的课题哦。好，第一组牌给你的提示我觉得足够了哈。我来帮你看一下，他离你多远哈？帮你看看他离你多远，或是看他的人的内在品质如何哈？你看看，就帮你看看他现在时间跟空间跟时间上是离你多远哈？好，哎呦，很近很近，只能说很近。时间上的话，我刚是有感受到时间上也是很近啦。很近很近，但是宇宙还没有觉得整个能量还没有决定要让它出现在你面前，因为好像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整理完，但是这个人已经很近，出现在你附近了哈。好像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还没整理完，这个很难理解啊。就是说，可能你们相遇的那一个情况啦，那个场所、那个时间还不够好。或是对方还不够稳定还不觉得好时机到来，还没有但是这个人好像已经出现在你附近很近了有的说是有蛮近，但是他不一定会，他会有很多方式啦。他这种缘分或是这个桃有很多方式认识，但他并不一定会马上进入恋爱的状态，他可能最多会给你这个人的出现而已目前看起来还需要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你们两个才会，主要我觉得我都比较认为说两个人要相遇，通常都是两个人的能量或什么都达到对齐，都达到类似，都达到差不多。所以，如果你这边会没有准备好，会有一种被没有准备好的暗示的话，那就表示对方那边也不会准备好。他不会这样配。我总觉得他都会在一个平衡的能量上。所以你的心态上，或是各方你真的自己都准备好了对方就会在那个时间出现才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才会很快就被吸引住好。总之这里有在说已经有准备好了啦，但是总是有，就是说。这个人有帮你准备好了这个能量帮你准备好了，可是中间有一些事情还在整理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这里好像还有一些事件推理，有可能是总之我打个比方，可能是他现在有很多外物在处理，
哦，那些事情都处理光之后，就会轮到要处理你了，或是要处理你附近的事情的话，就会出现了，大概是这样的。或是打个比方啦，也许你们两个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但是还没有一个契机出现，是他会同时把你们两个约在同一个场合，就是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那个事情的演变还没有发生，所以就还没有要见面的机会哦。不过我跟你说，这里有很多祝福你们的相遇的牌啦，就是你们的相遇跟相见是有很好的成果，会有很好的结果，整个能量是蛮好的哈，都有一些有一些都到10号的牌哈。反正我感受到一些10号的牌，一些领导性的牌，有一些能量都是一些丰沛的、健康的牌哈。然后有推动你们两个相见的力量，而且都是一些正能量的力量哈。好，反正就是还差一点点，等一下哈，等一些故事发生之后，你们就差不多要见面了，不远了啦哈。所以时间空间大概是这样。来，我帮你花个时间捕捉一下这个人的品质跟内在性格或各方面是什么，或者他现在在忙什么，或工作是什么，帮你看一下。用这个。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才刚进他的新领域工作，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各方面有一种还在挑战、还在尝试的阶段。我觉得这应该就讲他的工作了哈。他现在正处于一种适应期，适应他现在的环境的一个适应期哈。他现在生活不太算最稳定的状态哈，他现在还在追求，还在整理，然后他旁边有蛮多人在帮他了哈，所以他的进展应该会蛮快的，只不过刚开始而已。我在想，可能就是他现在各方面他自己都整理完之后，他才会有可能，宇宙才有可能拉他跟你见面啦，或是我打个比方，或是他这边还没有扩大他的生活圈，我觉得他现在才刚到一个新领域，他还没有交一些新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他有可能他交的新朋友里面会有你的朋友，所以你们才有可能会相见。所以还说这个故事情还在发展，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面，我觉得他的人际，他旁边的人有在增加，他认识的新的人在增加，帮他的人有在增加，因为他个人的内在本质，可能我发现他是应该很好相处的人啦，他是性格上蛮好相处，就感觉上旁边他有很多喜欢他的朋友，愿意帮助他的朋友蛮多的。好，然后他是他们家里的宝贝。好，来，他现在还蛮辛苦的啦。再等一下，我看到好几张辛苦的，因为前面就有了，我只是先把它略过。看到他部分的时候，有看到他一些正在辛苦挣扎的，就他现在是属于他近期啦比较忙碌、比较辛苦的阶段哈。你要等他处理完，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处理完他这些事情，他才会有比较多的能量，在遇到你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对你的喜欢。如果他现在还是在处于太忙碌，脑子放的东西都太别的东西的时候，就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个心思，他也没有办法察觉你们两个有一些恋爱的情愫哦。这边有在说还要再等一下，因为他这边还在等一个转换，也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个升级啦、进阶的期待啦，要再等一下，事情还要往下走。他会走到一个他这些东西都挑战或什么，他都适应完之后，他会获得一个新的升级，不管是工作上还是薪水上，还是环境上或什么的品质上，他会进入一个升级之后，同时他的情感就会爆发出来。他会有一种他在很劳累，他得到收获的时候，我比如说他得到收获的时候，他会突然觉得他需要有人疼惜他，他会非常需要有人陪他，他那个时候的寂寞感会出现，因为他那时候会感觉到他的努力这么多的成果，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可以分享，所以他那个时候会非常需要爱。我想就是那个时候，
你们差不多就相见的时间快到了，所以捕捉一下他，你可能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奋斗一下，他不会很久啦，他现在只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关卡而已，他很快就突破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意识到他对于情感的期待有多少，他的需求有多少，他很快就会发现了，那个时候你的出现就会非常吻合那个时机，再看一下，OK， 一样，再等一下啦。他现在有蛮多挑战的哦。他现在有不管是工作上的人的挑战，他现在处理蛮多人对他的期待的。所以他现在背负的蛮多人的期待的啦。不过整个牌的走向来说，他是会成功的，他也知道，只是他要熬过这一段时间，他还在熬过这一段时间。然后主要是他的贵人很多啦，帮助他的人很多啦，然后他每一个过完挑战的人后来都会变成是他的人生的助力，所以他现在人生是处于一种蜕变期，我们再等他一下。那蜕变完之后，就会跟你相见，会出现在你面前。好，人的品格上来说的话，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上进的人。如果硬要讲缺点的话，他也是一个辛苦会藏在心里不太告诉你的人啦，他就是压力都藏在自己身体里，可能就很容易生病，但是，所以他后来成功，他才发现说他心里的一个空虚没有被补齐，所以他遇到你之后呢，希望你可以给他更多一些心灵上的资源，然后他和身心灵才会变得比较平衡。但是以现在的他来说，有点太专注于他现在想追求的东西了，所以整个精神跟压力各方面都放在心里，都没有跟别人诉说。他也是有点爱面子啦，也是因为他太希望别人看得起他了，所以他现在都有点太努力了。你再等等他，反正他后来需要你的成就。好的，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让你能够对未来的一个想象，或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处于一种比较正面跟正念的能量。好，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来，今天的题目是：你将显化一场邂逅，你将显化一个新的情人，将显化一场新的相遇。来，我们直接来看看你们这一个题目的能量发展如何。先帮你看看2个人的，或者就是整个空间的能量的结构是好还是坏啦，健不健康是处于安定的、混乱的，还是平静的你的看3号牌的朋友，必须说你们的心思现在蛮混乱的非常混乱。这里充满了，我必须说，我现在脑袋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龙卷风。你们看网络上很多龙卷风的画面，龙卷风就是一种无差别的风，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卷起来了，再通过乱甩。现在我感觉到选3号的朋友，你们现在脑袋的思绪有一个程度是处于这个情况，那它这个的情况是处于在你们对于爱情的想象的一个情况，非常混乱。你要先安静下来先安静下来，想想什么是爱情不是你要的爱情是什么。这一题选3号朋友，你先安静的想一下，重新过滤一下，思维一下你心中什么是爱情。不要去想爱情是什么样子，你想要的爱情是什么，适合你的爱情没有，现在这程度还要再回到最前面，什么是爱情？想一下它跟亲情、友情，然后不太一样，它跟很多情不一样，它是爱情。它的爱情有很多阶段，从认识、交往认识、暧昧、交往、确定关系，确定关系之后还有所谓的3个月、6个月、1年、3年，是什么样子的模样？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别人的爱情发生的故事是什么？然后你这些想想，你要想一下什么叫做爱情。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什么是爱情？用1句话或2句话，给你一个逗号、一个句点去形容爱情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你想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蛮混乱的
选到上来，觉得你的思绪还蛮稳然，或是你在选牌的时候没有冷静下来想一下哈。因为今天的题目是你要邂逅什么样子的爱情，它表示显化什么样子的邂逅啦。意思是说，它如果要显化，表示你脑袋有一个清晰的愿望、清晰的想象、清晰的订单。哈，你跟你说要下订单的时候，你要很清晰嘛。哈，来，我们来看3张牌，塔罗给你的，我从他给你的3张牌的建议来看，好，来给你一个方向感。哈。好，这边有在提醒说，其实你要相信一下你内在的一个力量了哈，你是有能力去控制或是选择你想要的爱情的模样，但是因为前面的经历或什么都有点在告诉我说，你的爱情有太多的被影响、被牵动、被带动，或是有太多的别人觉得好不好，就是说你喜欢的人，你有时候放太多，你的朋友喜不喜欢，你的家人喜不喜欢，有太多人喜不喜欢，然后这男朋友。也不是男朋友啦，男朋友女朋友不管啦，没有分性别哈，每次都不小心讲出来，就是没有分析这个人对你来说是能带得出去的吗，或什么，这些都不要再想了。他这边有一个讯号是这个哈，别人的眼光放得太重了，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内在判断一个人的力量，判断一个人价值的力量，分析一个人的结构的力量，分析一个人是否适合你的心的一个力量。你要相信这个哦，要更相信这个哦。再回到刚刚前面那一题，什么是爱情哦？现在真的是你要好好的相信一下自己所判断的爱情才是你所需要、你所想要的哈，适合你的。你要冷静想一下。好，我必须说，今天就算是第3张牌，前2题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有一个。大家都有在提醒说，大家似乎对于自己想显化的爱情不够明确哦。我想这也不能怪大家啦，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一直期待不了爱情，所以就会认为任何有爱情、有人来都可以。可是这其实在于今天这题目来说，塔罗在常常在散发一个讯息是，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危险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只是期待一份爱情，而不是期待一份适合你的爱情。哦，这样子会变成我刚前面别的题目有讲过，这样会变成是你会太执着于抓住，而不是去看清楚你在抓到什么，而不是在着眼点不是在你抓清楚了什么，你只是在着重于在抓住而已。那你随便乱抓一个都可以啊。这个对于你想显化的一份爱情来说，我觉得不够安全，所以才会前面在提醒你说，所以它会很混乱嘛。好，我觉得这3支5牌里面最混乱的一组，它才会就是说你现在所想要显化的那个画面是太混乱的，甚至没有想过。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提醒哦，然后一样3组牌都有这个讯号，问问你的朋友，你之前的爱情，你之前的恋情。有什么客观的角度需要提醒的？因为那些之前的爱情都已经过了嘛，所以你的朋友可以用一些很客观的角度去告诉你，你也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用一种旁观者角度来看你以前的爱情，你会知道说要理性一点，要比较不仁慈一点来看一下那些以前你交往过的人，然后你的对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去才会强化你要显化的正确的一个能量，等到你确定了你想要显化，说你其他的能量它完整了，那个能量就会在适合的人身上显化，会出现在你面前。好，再2张看一下有什么讯号。好了，这里再看一下。为什么得到讯号这么特别？他在得到讯号是说，不要去喜欢，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爱情啦，对不对？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爱情，不要太期待炙热的爱情，不要太期待炙热的，不要太期待炙热的爱情，不要太，不要太因为你周遭的谁觉得谁比较好，然后你就觉得比较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判断，还要更多自己的判断，想一下你
这边有讯号是想一下你对于生活的渴望是什么，用这个角度去判断你想要的爱情比较准。哦，这里终于有一个很明显的讯号了。我再重复一次哈，去想一下你的生活里的需求需要是什么，再去转换成什么是你想要的爱情。哦，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哦，我是会比较支持以选生活的角度去选爱情的，我觉得这才比较长久、比较稳定、比较有生活感、比较扎实。因为浪漫还是会存在，可是如果你用浪漫各方面来去选择的话，后面会有一种不现实、超现实的感觉会跟随着你。等到你清醒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着地。然后如果你是在比较扎实、比较清醒或者比较生活感的爱情里，你会发现其中的浪漫都藏在很多的小角落，它会自己会发生，你不必追求它就会发生了。而且会每一次，因为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很大的，会有无限的小角落摩擦出新的浪漫火花。这种会更多的惊奇发生了。你可以期待一下我说的这个话，或者这个角度去想一想。来，我来帮你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品质跟各方面啊，好，不用这个了，品质在各方面这个，这个好了。好啦，首先你放心，无论你喜欢什么样子品质、内在个性的人的话，他一定是你喜欢的外在。然后，当你想清楚你想喜欢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会出现哈，而且它会有一种很像你以前的快乐，你以前失去的快乐。讲具体一点，它会很像你以前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快乐感，它会给你这个感觉，然后它会这样这方式出现。还有，他有可能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会非常善良，他会有可能喜欢动物，缩小到喜欢狗狗、猫猫哈。他对于小动物这些比较需要人照顾的一些生物，会非常有同情心、同理心哈。然后，他也足够聪明，他蛮聪明的啦。可是你会有的会发现他有一些小聪明哦，有些小聪明，有些小坏的小聪明哦，这个东西有。但是反正他就有一种邪趣的感觉，邪恶的邪趣的感觉。但是他的各方面的条件其实都还蛮吸引的，就是你的菜啦啊。然后再帮你看对不对？补助用的哈，他很有趣啦哈，不过他也是一个情感面会藏得比较深的人，很常翻到这个牌啦，很多人都很常翻到这个讯号啦，很多人都把自己内在的一些痛苦都藏得很深啦，花很多时间才会发现哈，所以我会比较支持大家去先着重一下每个人的表现啦，或是他能够给予你的好的，你能够触及到、能感受到的，你能够明白的。表面的好就很多了，我觉得就很多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拿自己的要求或者自己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不足，但是很有可能他已经做到他的100%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更加的去欣赏任何人对你做的任何的好事，因为那都是我们多拿，我们都已经多拿了，然后珍惜一下那个东西。这个人会带你去很多你没去过的地方，你会觉得会有一个新世界的感觉会出现，然后这个人的那个正能量、快乐能量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人的正能量很强、很强大，你跟他在一起其实会觉得蛮快乐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讯号感觉出来，你可能会有点担心这些正能量太满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就会有一个讯号，就是这个这么爱笑的人，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悲伤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他有这个讯号，这个人有这个讯号，但你不要急着去找，你再花一点时间，他会慢慢自己就会跟你说，他会自己跟你说啦。
哦，等到他对你的信任或是他对你的安全感够高的时候，他慢慢会跟你分享，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哈。没有藏的特别深，那我们来确定一下，他有藏的真的很深吗？没有藏得很深啦，没有藏得很深，很浅层哈，很快就会跟你说了，只要达到一些观赏的信任，他都先这样子，这个人大概就这样。来，我帮你看一下你们的距离有多远哈。这个好了。等一下，另外一个，突然想要这个来帮你看一下。距离有多远呢？他已经要出现了耶，但是你不会很快发现，他会以一个新朋友的状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新朋友、新同学、新同事，他会用一种非常平凡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对，他出现在你生活里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察觉到。但是有一个契机点啦，刚刚有说了，他的外在是你的菜啊，所以可是他会，就是说你们不会是一见钟情型的啦，但是他会让你觉得，好像他常常会吸引到你的目光，你会觉得他长得还不错，他的外在什么蛮吸引你的各方面，有这个讯号出来哈，只是。还隔了非常多无形的墙就是了啦，所以要等。哦，好啦，再撑一下。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或什么会因为某些你们彼此的朋友或是彼此的同事的关系，让你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或是有第一次的接触。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显化的是这个人了。哦。我再确定一下时间，因为我觉得它中间有挡了一些无形的东西，还没有让你们看清楚彼此就在附近。看一下时间，哎呦，其实时间还蛮快的耶，已经到了要遇到对方的时间边缘了耶。有点像那个刻度过12点，11:59要过12点，然后进入睡那个，已经快到这个边缘了耶。只是你知道它这个讯号是什么吗？已经好像要快到那个边缘了，可是好像看不清楚，有点像是你在看那个时钟，它要从11:59的时候要跨到12点这一段。就是你好像隐隐约约要看到要过了，但是好像又没看到，好像看了又过，然后再仔细看的时候，发现又好像还没到那个时间。但你在那个隐约雾的看不清楚，就有点近视的状态，看到说好像要12点了，要过了，好像又还没过，就这个状态。哦，他现在这个是这个状态，好像该出现在你面前的，怎么又没有出现哦？很奇怪的一个边缘感啦。哦，你大概我现在感觉到就这个。就是是有是无，总觉得这里好像有一些事情还在处理，所以我觉得这里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东西，先不让你们这么马上遇到，好像还要先让你们附近的人际关系或是整个状态完整一下哈，然后就会出现。反正他现在都离你很近啊，时间上、空间上都还蛮近的啦。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你的内在想要显化的那个意念再加强一下，好，快出现，快出现是谁，然后感受一下附近谁很吸引你，第一眼就非常吸引你的，可能加强一些意念就会出现哈。但是我必须说，也有可能出现别人。其实刚刚从我们翻来这边，我发现有一个第三者牌。有一个第三者讯号一直有出现，然后我都一直把它诠释在朋友，或是帮助你们，或是有一些事件出现，就是
会有一些额外的事件出现，然后把你们推在一起。哦，会有一直有一个看到一个第三个影子哦，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他到底是在帮助你们，还是其实那一个真的要显化的人躲在影子里，也有这个讯号。好，所以你再期待看看附近。不过提醒一下，有可能会错过。好，因为它有点擦身而过的讯号也有。好，不过这个擦身而过的讯号后面会有可能会变成朋友啦，变成比较好的朋友。所以那这一副牌它带来的你要显化的一个邂逅，它邂逅成什么？它没有很明确的讲，只是说这样有一个蛮好、蛮适合你的能量在接近你。不过你要不要忘了我一开始跟你说的，现在你的思绪跟你对于爱情的定义，什么是爱情这个那个确定能量很弱，很弱，很弱哈。所以你要显化的东西也不会那么准确。好，这能量也许在这里已经告诉你说很靠近了，在附近了哈。但是很有机会错过，就是它这个能量该来了啦，他已经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了，有没有捞起来，但它就要在你眼前出现了哈，就看你有没有捞起来。所以我才一直说，刚刚我跟你讲那个时间的概念嘛，11点、12点那个概念，为什么一直有一种好像要来要出现要来要去？因为它好像在某一个意念上要捕捉起来，哦，可是并没有十全的把握会捕捉到。哦，这一题是这样子，所以你把握一下你自己。我现在的把握是你自己哦，不是在你要把握去观察是谁，我找到是谁没有。我觉得这一题你要比较把握一下自己对于什么是爱情这个题目整理好之后，整理好一下，要认真的整理好一下，这个人的能量会出现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发现，哦。好。第3号大概就是这样啦哈，我能给予你的就这些，我希望能给予你那些建言，对于你对于爱情的，或是你想显化的这个恋情结构的想象和各方面充满比较多正念啦哈，不要以正念更好，不要太执着哈。有很多东西在于整个过程或是我们的期待里面，是为了要提升我们自己哈。等到你越来越好，就会有很好的人跟你相遇，记得这个概念哈。好，这是选了3号的朋友哈，祝福你啦，谢谢你来听。